Hello，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川哈。那么今天我们做一个今年的读书笔记哈。那么今天这本书呢，叫做《无聊与闲暇的伦理学》，作者呢是一个东京的一个年轻的哲学家，叫做郭分公一郎哈。那么首先呢，这本书呢是东大和京大最爱读的一个热门哲学书哈。然后呢，据说这本书呢就是日文版的《人类简史》哈。然后呢，这个教授呢，他实际上是在大学里面讲课哈，所以呢，大学里面有个金发太妹啊，听了他的课，本来是不好好听课的，然后呢，对文科也没啥兴趣，然后听了他的课呢，立即就去买了一本《人类简史》啊。所以呢，可以说这本书呢，我看了之后呢，还是有很大的启发哈。首先呢，说到有关无聊的哲学哈，就是无聊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大家都知道无聊是什么感觉，但是呢，没有人可以给出无聊一个正确的定义啊，所以呢，这种哲学就是大家都知道，然后大家又很难定义，所以国分公一郎做的这个无聊的哲学呢，对我们来说呢，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那么，曾经在物理和哲学上都留名青史的帕斯卡尔曾经这样定义无聊啊，他说，人类大部分的不幸呢，都源自不能忍受在屋子里一动不动啊，不能忍受静止呢，就成了无聊最初的定义啊。只有人类或许才会觉得占军资远比齐步走更加痛苦，也只有人类才会发明比夺走生命仅差一点的刑罚是终身一个人待在4尺见方的独居小屋。那就回到我们人类这种生物的本能，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一动不动啊？因为从智人诞生到地球的这40万年以来，运动呢才是人类的生命啊，不动呢就意味着死亡。和曾经君临捕猎世界的各种猫科猛兽不同，人类既没有足够多的肌肉，也没有锋利的爪牙，速度和爆发力呢都最多归为平庸。在获得火改善肠胃之前呢，不怕火都不能算上帝独赏的恩赐。在人类的评级的技能树上，唯一能拿得出手的生存天赋，那就是汗腺。在漫长的非农业时代的人类呢，对抗生存竞争的唯一方式就是不停地奔跑。在非洲干湿两季的广袤草原上，你能看见的只有以10几人为单位的裸猿集团，通过自己无毛强悍线的持久奔跑力，逼迫那些气喘吁吁逃跑到近乎稀脱的大型哺乳类陷入绝境。所以，即便到今天，这种模拟草原集团狩猎的运动，还是会激起每个智人骨子里的肌肉记忆啊！持续跑动，并在电光火石间完成10几人配合的足球呢，是全球最受欢迎的竞技。绿茵场换个名称呢，就该叫做草原的现代化再现。射门也实际只是模仿当敌人无比虚弱给予致命一击的这种行为啊，很难阐述这样的永动狩猎到底在人类历史中持续了多久，但至少应该占据了人类40万年历史的90%以上啊，直到1万年前的农业革命之后啊，自从人类发现一种名为小麦的植物可以通过照料浇水就能让族群获得足够的卡路里之后呢，无止境的群体奔跑就显得相当愚蠢，人类过往40万年的行为逻辑也被画上了休止符。人类社会呢，就从游居变成了定居，生产模式呢，也从狩猎转为农耕，放养智人最终要习惯圈养的生活。但这就形成了一个脑和身体不一致的习惯错位。脑子里呢已经是农耕生活了，可身体还是忍不住的渴望放飞。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农耕相比狩猎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于单位时间的劳动强度更大了，但无所事事的静止时间也比当初男女老幼齐上阵累死野猪的时代呢要多上许多。而这一部分需要待在房间里一动不动，静待时光流逝的痛苦呢，就被称之为无聊。那么因为无聊以及定居生活带来的人口密度提升，人类不得已呢，在驯服小麦之后呢，立即就驯服了葡萄。那么酒精的麻醉终于可以让人从无聊的痛苦中暂时解脱，人类也为排解无聊而发明了宗教与文化。最新的考古发现呢，就是葡萄的驯化呢和小麦都差不多，都在1万年之前呢。那农业革命带来的无聊呢，向全球的推广呢也并非一帆风顺。我们清楚知道农业革命起源于距今1万年前，可是农业革命啥时候结束呢，却众说纷纭。对抗农业革命的最顽固分子呢，被中国呢称为游牧民族，史学上则叫做游居文化。农业革命的推广呢，换一种说法呢，也被称为定居文化与游居文化的2000年战争呢。在我们这个地球的东西两侧，其实各有一个游居与定居的代表文明，一个是西方文明的尊长，自由民主的起源，以希腊为根据地的城邦文明；另一个呢，则是通过甲骨文而能确立的最早明文定居社会商朝文明。商朝相对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文明而言，固然不能算是最古老最文明，但其所在的中华却多次在和游居文化的对抗中苟延残喘了下来。
论古论强呢，其实中国皆不算顶尖，但是论如何苟活呢，却成了全球一哥。定居王朝与游居民族的最大区别，包括且不限于专制的政治、阶级的分化、文化的传承、历史的记录。一个王朝如果想要把文化历史这些传递下去，首先需要有城邦。夏朝之所以成为传说，就是因为其居无定所。政治上呢，夏朝虽然有了世袭，但本质上还是一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居文化，代代口传的历史却很少有真正传承的记载。而商朝前期呢，也有同样的迁居的习惯，都城换过10几次，差点让自己也成为传说。但至少在后期呢，因为定都而让华夏子孙至今都记得商纣王倒行逆施的地点叫做朝歌。残缺的历史往往让我们会把都城迁徙归罪于水害或者旱灾，但参考蒙古包的移居记录，我们应该知道迁徙的主因就是环境破坏。早期的农耕即使能有定居点，长期耕作也会带来肥力下降，人群的随处便溺呢，也会带来臭气熏天的空气污染，导致一定时间后居民要捏着鼻子并食不果腹。如果历史真的要评选什么是农业之神的话，我不会评选尝百草的神农，而是把票投给第一个把屎拉到小麦田里的天才少年。自人类发现自己的排泄物居然可以降低自己领地生产资料的效率下降之后呢，前期人类的2大环境问题居然能互相解决，自成闭环，终于为定居生活扫清了障碍。但是这个完美的闭环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阶级。屎尿入田的工作在原本相对平等的游居部落中并不受欢迎，所以呢，处理各种屎尿、血腥、兽皮的专门工作呢，带来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贱民或者也可以叫做奴隶。很多战争中俘虏的败者最先被分配的工作部门8、9不离10就是掏粪工。奴隶制的产生呢，其实源于动物的一种本能，就是不愿意触犯自己的排泄物。这样想来，能自己吃屎的狗呢，也算是进化树的一个奇才。当一个部落学会了屎入田，田成食，食入嘴，嘴产屎的无限循环之后呢，就有了定居，并有了贱民，有了阶级，并有了专业分工。定居的生活还让很多文字可以流传在器皿、石碑之上，可以供后人考古。甚至我们可以说呢，在定居成型之前所流传的所有历史皆可被称为伪史，因为它都是口传历史。以日本史举例，前期大和政权呢经常迁都，都城经常受困于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滥用水银和卫生不佳，引发各种瘟疫，还让日本古人深信怨灵作祟的鬼故事。直到794年定都平安京之后呢，定居文化呢才算正式开始。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794年以前的日本史全部可以归为伪史。然后我们如今的时代对于定居王朝的专制阶级社会往往都有负面评价，这个呢实际上都源于西方更喜欢把游居文明捧得更高。古希腊呢一般被西方吹捧为他的祖先在古希腊文化当中尤其有代表性的呢是雅典的民主社会但其实放眼人类历史，所有的游居文化呢都有一些特别美好的本质游居民族的特点包括且不限于开明的政治、阶级的平等、文化的缺失、女性的活跃，还有共享的生活。所有的一切呢，你听起来都如此的切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诉求但是历史学家也会告诉你一个现实，一切的美好呢，都是建立在游居社会只能有定居社会的10分甚至1%的人口。人类社会的铁则之一就是凡美好的都不可以普及普及的呢都是狗屎满大街的。Oh God, please no, no! 游居社会在东亚社会更多的是指在亚热带草原上的迁徙民族，而在西方指的呢更多是航海上的漂浮。就像农业社会惧怕游牧民族南下一样，西方也惧怕来无影去无中的海盗集团。但和游牧民族不时常南下一样海洋民族呢在有口饭吃的时候呢，主要任务呢也是贸易主打一个有钱的时候呢都是绅士，没钱呢秒变流氓。古希腊呢就是这样一个主打贸易的海上游居民族。古代希腊拥有全欧洲得天独厚的地形多山而又崎岖的居住点，遍布爱琴海的各种岛屿呢，也正是海盗匿藏的最佳据点。这种地形极端不适合农耕但是做个贼寇窝点再好不过，犹如欧洲大陆的水泊梁山一般。一方面呢，这种地形可以方便希腊人抵御波斯的10万大军，但同时这种地形也不利于产生所谓的璀璨文化。如果你不太理解我对这个古希腊文化的一种质疑的话，我这样举个例子，假设现在天降陨石，人类文明就被冻结了在这一刻，2000年后呢，另一个文明的生物根据考古
发现了埃及木乃伊、中国12生肖铜像，然后呢，他得出了一个结论，高呼人类古文明的巅峰就在伦敦呢。那你一定会想笑，为什么？因为伦敦的东西都是抢过来的。希腊的辉煌呢，也大致与此类似。作为埃及文明、波斯文明两河文明的集大成者，其璀璨的文化到底有多少是自己原创的？其实是个疑问啊。例如几何原本更像是能建金字塔的埃及文明才能有的结晶，而不是一个就是多山崎岖没有农耕地的一个民族能够写出来的东西。如果当年就有所谓的织网查重这种技术的话，那么多位希腊大师呢，想必都是欺世盗名之徒啊。亚里士多德并非不存在，而亚里士多德呢，他的东西可能都是抄的。怀疑游居民族不会有更高文化成就的理由呢，无非以下几个。其一呢，就是游居民呢，他的人口基数少啊，智人的平均值啊，其实各个种族之间呢，其实都差不多。但是呢，如果你想得出极端成就的话呢，你就需要扩大样本。第二个理由呢，就是游居民族的分叶的不够细啊，他大部分的人呢都博而不精呢。你比如说人类40万年到1万年之间的人才呢，基本都是全才，他们最主要特点呢就是文武双全，会打猎、烹饪，会唱歌跳舞。就如我们现在所见的一些少数民族哈，但是呢，定居民族、农耕民族呢，他们的分叶就会比较细哈。一生只做一个专业的大师呢，其实呢更容易出现在定居民族，而不是游居民族。第三一点呢，就是饮食结构上的区别啊。游居民族呢，他吃的东西呢，血肉蛋的比例会比较高，蛋白质的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呢，它会带来更好的肌肉和身材。同时呢，也会带来更强的战斗力哈。经常我们说游居民族是以一敌十哈，但是呢，因为这样的饮食结构呢，使得它缺乏脑所需要的糖分呢。只有在农业革命之后呢，大量生产碳水化合物呢，才能够导致人可以得到麦芽糖，才能够供给脑足够需要的养分。就以上3点理由呢，就让我们知道一个游居民族的希腊呢，其实呢，它的文明的真相更接近于以下的猜想。就是由横跨欧亚非3洲的大文明亚历山大文明所掠夺的两河埃及等定居文明的所有精华呢，都被抢到了亚历山大图书馆。然后呢，这些文明的成果的著者的名称呢，随意被涂抹成什么亚里士多德啊、阿基米德啊这些雅典先贤，然后再以讹传讹成了希腊的原创。因此，亚历山大图书馆呢，就是当年的不讲著作权的伦敦博物馆。所以呢，希腊呢，即便不是伪史呢，也可以说是抢劫的历史。但不管以上的猜想是真是假，逐渐发展为定居文化的希腊呢，还是因为地球寒冷期的到来呢，被北部的游居民族所征服。而与此同时呢，秦汉晋一脉相承的中原文化呢，也在饱受五胡乱华的困扰。之后诞生的罗马帝国和隋唐盛世，则是游居和定居的第一次大融合，甚至在罗马和长安呢，都拥有了完备的下水道。下水道的重要性呢，主要是提供了更好的卫生条件，让定居的人口呢，可以进一步的集中。但是呢，强大的帝国依然还对北部的游居民族心有余悸，而北部的部落呢，也不断南侵呢，同时呢，对自己的生活也不断的改造游居民族也在不断的定居化。奥斯曼帝国和蒙古帝国呢，成为了游居民族的回光返照。当时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仿佛更民主、自由、平等的游居文化呢，真的能够统一全球。但随着欧洲大陆各个世袭帝国的产生和大明王朝的崛起呢，游居民族的辉煌最终消失了。游居民族的最后一次负隅顽抗应该是万历15年以现代希腊自称的维京海盗后裔大英帝国呢，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时呢，发出八大恨讨明的大清呢，成为历史上最后的游居民族的光辉。我们现在的世界呢，以联合国所承认的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来看呢，基本全部都已是定居民族，都有明确的国界和都城，都有近现代化的下水道分离人类的便利物，都有明确的阶级和分工体制，再也没有大军出动耗时数年都找不到的大漠可汗和他的精锐骑兵。这就是定居时代的大统一。游居民族几乎全部灭绝，长城也成为了一种摆设。那么农耕定居所带来的正是本文的文胆之一，无聊。人类已被专业社会所驯化，定义了有意义的事和无意义的事，一些无论如何自己怎么做都不会成功的训练和积累，做起来呢就有无聊感。你比如说猎人如果抓捕兔子，你直接给他兔子，他会觉得无聊，但要是他一天奔波连兔子毛都没有的话呢，那他也会觉得无聊。因此针对专业社会的生活者而言，他所做的一切非专业没回报的事情呢，都可称之为无聊。
但是这只针对于工作者那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无聊就是无产阶级的特权。如果你衣食无忧，无专业也能快乐生活，你不管做什么都不会受到指责，那你就没有无聊。你这个时候所有蹉跎人生并没有回报的行为就被称为闲暇，而你也成为了有闲阶级。无聊和闲暇呢，成为了本书最重要的概念有没有闲暇也成了你在定居社会是否高人一等的一个象征呢？而在定居社会大一统全球的现代社会，所有70亿人都被无聊所征服的今天，如何说服凡人相信自己不无聊而有闲暇，则成为重中之重。于是这时候粉墨登场的就是所谓的民主自由反祖浪潮，也就是人类从40万年前到1万年前之间的39万年历史，突然就成了人类历史的标杆。所有被定居文化所淘汰的政治思想突然成了普世价值。罗振宇呢，在《海盗经济学》这一期节目里面呢，惊叹海盗体制呢非常的民主但他惊叹的方向其实错误了。应该惊叹的是我们社会为什么会推崇海盗体制邮居的部落和海盗船自然是更民主的政治，因为民主的核心就是体力数值集合的比拼多数就是正义和人多力量大的计算逻辑并无本质区别，人和人的体力差距恰恰是人与人之间最小的差距。在希腊或者蒙古包或者海盗船这样的环境之下呢，权力者胆敢对抗民意，那就等于自己一个想单挑10个，那么你只有位于这一条出路但是呢，当你进入专业社会之后呢，脑力和专业技能远比体力更重要。想要孩子有社会生存能力，家长如果优先想着让他体力领先，那估计真的是想害死自己家亲生崽子。在战斗力上聚集10人围殴一个拳击赛的世界冠军，胜算呢在你这10个人这边。但在专业领域呢，你聚集1000人去修一台 ASML 的光刻机，如果这1000人都是庸才，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没有10多年的学习的话，那胜算呢也在那一个工程师。你这1000个人呢，除了拆机搞破坏比较快之外呢，其他一律只能干瞪眼。这就是我们讲现代社会为什么不能单纯只以人头定胜负的原因我们的现代社会呢，实际上是资本、人才和市场3结合的3元结构。可讽刺的就在于，在游击民族彻底灭绝的70年代开始，人类才开始疯狂悼念他们的政治制度。所以我们讲缺啥补啥，没啥想念啥。越是讴歌民主、自由、平等，才越是证明我们没有民主、自由和平等。不说就算了，你有一个字我爱听的。我们可以说呢，定居社会是反人性的，也可以说是反兽性的。过往农业革命的1万年间，我们只是不停地把人类从野生放养赶到猪圈里面。按人类简史的说法呢，小麦只是把一个草原上奔跑的无尾巴裸猿驯化成了动物史上最大的组织型社会生物。虽然呢，这个裸猿有着更高的智能，但是在社会组织制度上呢，却和蜜蜂、蚂蚁并无两样。智能带给人类的无非2个恩赐第一个就是让这种生物呢更爱卫生只有清洁的乖孩子才能更进一步的提高猪圈的密度。第二呢，智能可以让这种生物自我阉割人类社会行服的各种生物什么猪、狗、猫、羊、牛等等，大部分呢都享受雌雄分圈制或者成年物理阉割制而人类因为它有理智所以呢，可以享受雌雄共卷和免于成年阉割。大多数人类成年男性，即便有多饥渴，也不会当街袭击女性。定居社会雄性性欲的低下引发了2个后果。第一个呢，就是女性开始化妆，女性化妆品的诞生呢，几乎和葡萄被驯化发生在同一时期第二个呢，就是女性的地位急转直下。直到今天呢，女权还是一个极端敏感的话题，但讽刺的点就在于，游击社会女性地位的高尚也并不是因为什么卫生的原因40万年前人类狩猎部落形成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女系社会，甚至连中华始祖都被传是一个女性神但同时呢，游居社会的婚姻制度呢，其实呢也更接近众生平等一个女性呢，往往要与多名男性发生关系共妻和群婚引发的精子竞争呢，其实才更符合进化论的观点。大家对精子竞争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一本叫做《精子战争》的书那么权力的本质呢，其实呢就是能动用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游居时代呢，其实女性可以动用多个男性的力量的时候，
那么女性就拥有更高的权利，所以呢就会更加的女权。而在定居时期呢，固定婚姻制度的出现，使得女性呢只能寻找特定的一个男性，然后呢最好这一个男性呢能够动员其他的多个男性，权力是最好的春药这句话呢也因此而来。游居民族呢是拥有自由的，它的自由呢主要是指迁徙的自由和性开放的自由，而平等和民主呢也是性关系混乱所带来的结果。幼师我们学的教材呢，总会说原始部落的人呢道德高尚，一头鹿打回来呢，全部落男女老少呢都是平均分配，绝不歧视。但教材里并没有说一件事情，就是在群婚制度下，你既不知道老人中谁是你爹，也不知道屁孩里谁是你的娃。那这个时候呢，当你的父亲和你的子孙你都分不清的时候，最佳的生存战略是啥？除了平分之外，别无他法。要不然的话，你自己的小孩就会饿死。这和蚂蚁为什么要养活幼蚁的这个逻辑是完全一样的。但这种群婚制度呢，在定居社会呢就变得很不现实。一个呢就是卫生上更容易引发性病的传染，另一个呢就是当你居有定所的时候呢，女性的出轨就代表着要往别人家跑。既然都已经到了私有财产的时代那么这种行为呢就很容易被发现，也会被沦为笑柄。那么在中国过往的历史上呢，和亲往往能让游居民族和定居民族止战，原因之一呢就在于一个女性出嫁之后呢，其附带的各个婢女和她本身都会在部落中成为一个共有的一个财产于是一代之后呢，基本上整个部落里面的这些高层呢都和定居王朝成了亲戚。这种热爱公有的习俗呢，你也可以在唐朝艳史当中得到印证。公公睡儿媳，儿子睡后妈，可说是大有人在。但在游居民族也逐渐定居化之后呢，和亲的意义呢就变得越来越小。全球都定居之后呢，一个女性的交换呢也不再可能带来100年的和平。所以呢，女性的魔力和权力呢也在全球定居化之后呢肉眼可见的下降。这个也被称为魔女的灭绝现象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日本2次元的魔女探讨主题。女权下降，专制或者说专业社会的断升，失去自由和平等，再也不民主，是定居社会后必然产生的结果。你要知道，我们所说的专制换个词语呢就叫专业擅长政治的人从事政治，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但是大家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却会去嘲笑一个政治家精英团体呢？他们虽然是专制但是他们也是专业的一种体现。所以呢，可以说在定居社会之后呢，野生人类所崇尚的品德也在丧失，无聊的生活呢也越变越多。于是为了抚慰这些圈养的人类呢，我们发明了娱乐，用娱乐麻醉人类，让他们自以为自己是有闲暇而不是无聊自己是有闲阶级而不是无聊的社畜从葡萄酒到角斗场赛马场，从现场观战到电视直播，从大盒子到小盒子。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每一个家猪手上拿个巴掌大的盒子呢，都能觉得生活非常的美好。还是回到本片的点题人类用1万年呢，把所有的游居民族都消灭殆尽，把整个世界呢统一到了定居文化之下，用反人性代替了过往的自由奔放的本性，用无聊取代了过往的忙碌，用男权以及不平等取代了以往的平等和女权，然后在圈养人类失去了一切之后呢，用娱乐麻醉他们，让他们自以为主人公，自以为有闲阶级，自以为贵族。所以你要问我民主自由的大旗到底美不美妙，我只能告诉你它确实是美妙的，但是呢它极不真实。就像猪圈里的家猪，如果有电视台的话，它的电视节目也只会播放野猪在草原上自由奔跑的录像而不是转过头播放家猪的悲惨世界，拍一个他们自己的自拍所以呢，不管任何国家如何号称自己是民主自由，只要它是定居社会，它就必然是专制、阶级、男权和歧视的。拼命的喊自己帅哥、喊自己聪明的人都是白痴和丑男。所以呢，在整篇的最后，你可以质问人类社会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被花蜜驯化的蜜蜂和被小麦驯化的智人，他们的社会是相似呢，还是迥然不同？第二个，和人类一样组织化的蚂蚁为何阶级分化如此严重？有一大部分的工蚁呢是完全没有生殖能力，但是呢却要辛勤的去养育以后所生出来的幼蚁第三个，人类是会越来越成为野猪的群落呢，还是越来越成为蚁族而苟活呢？第四个问题就是你对着蚂蚁般生存的人类播放野猪的日子，到底你是几个意思呢？
第5个问题就是民主为什么在最民主的游居民族全部灭绝之后才成为普世价值？那么如果说这5个问题你已经有答案的话呢，那么我可以说你已经读懂了人类的历史，也读懂了所谓的娱乐史。我只是想说一句话，就是人总不能一辈子沉迷于所谓的美妙的民主幻梦，而是更多的要看看自己蝼蚁的现实。所谓的某个国家专制落后呢，其实呢也只是另一个社会为了掩盖自己定居社会的说辞而已，就是大家其实都一样。在定居大统一的今天，其实就是一句话：天下乌鸦一般黑，要装不黑全靠吹。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呢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只能说呢，这本书讲的这个人类史呢，对我的这个刺激还是挺大的。就是日本人呢就很擅长从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课题呢引发一个大历史的思考，像这本书就是非常典型的，它只是讲了一个无聊的话题，但是呢从中就讲出了整个人类的无聊的历史所以呢有兴趣的观众呢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本书说到底我为了讲清无聊的定义，我还写了5000字的文稿，所以呢我也是足够的无聊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